欢迎收看《走进美国》，我是陆一。哈雷摩托车可以说是美国的国车，这股哈雷旋风不仅席卷全球，甚至连四处禁摩的中国都无法幸免。中国的哈雷骑士这次又专程来到美国，体验原汁原味的哈雷文化。走进美国节目组今天就和这群远来的骑士们一起去追寻哈雷的自由精神。迎面吹来的山风，不断向前延伸的地平线，美国宾州宁静的山林，一对哈雷摩托车骑士们快意穿梭其间，自由写在骑士们的脸上。澎湃的发动机音浪，则是他们共同的语言。当他们脱下头盔的刹那，才发现这群骑士和你我一样，黄皮肤、黑头发，说着地道的中国话。怎么样？这一趟刚刚刷的，太好了，环境特别好，空气特别好，人家植被保护的也特别好。这是美国夜鹰旅游公司第2年为中国骑士举办的哈雷戴维森骑行大会体验之旅，有来自中国各地哈雷车主会的24名车主以及家属参加。郭峰是北京哈雷车主会的主席。应该说，我带着大家，带着我们的北京 HOG 的骑手们，又来体验我们美国原汁原味的哈雷文化，感到非常兴奋。美国的宾州是这次骑行的主要地点之一，起伏的阿巴拉契亚山脉间包藏无限秀丽美景，宽阔平顺的高速公路更是让中国骑士们尽情驰骋的阳关大道。即便车行入乡间的田野小路，还不时有阿米什人的马车来作伴。在今天这个讲求创意行销的年代，哈雷文化搭配美国公路美景，绝对是一项极具竞争力的产品组合。季芳是夜鹰旅游的执行总裁。宾州呢是一个美国第4大州，摩托车也是保有量也是第4大。宾州的话呢，就是因为在旅游方面是处于劣势，因为夹在华盛顿和那个纽约之间。中国的旅游者就是吃一顿中午饭，宾州是很希望吸引中国的这个旅游者。现在呢，我就要亲自坐上哈雷摩托来体验一把速度与激情。当然了，刚开始的时候装备是必不可少的。首先呢，需要有一个头盔。不甘于错失亲自体验哈雷精神的机会，主持人陆毅决定参与骑行。哈雷讲求的是人文，骑哈雷就是交朋友。当你跨上哈雷机车的那一刻，全球的哈雷会员就是你的朋友。为了欢迎来访的中国骑士，沿途的哈雷经销商都准备了待客的餐点。乔爱波是苹果哈雷经销商的老板。那是骑摩托车的兄弟情谊，只要骑上摩托车，不管是不是骑哈雷，我们对待每个人都一样。如果我们能够帮得上忙的地方，我们都乐于去做。而中国骑士回报美国朋友热情接待的方式，就是强大的消费能力。买了皮衣啊，还有短的、长的，还有很多，反正买了很多，每家店都有去买。来美国就是现在体验的感觉是什么呢？东西便宜啊，哈雷的东西很便宜，而且质量非常的好。就州的经济而言，中国游客强大的消费能力对地方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帮助。黄华享是宾州亚裔美国人事务委员会的主席，专程带来了一封州长汤姆·科比特欢迎中国骑士的信函。This part of Pennsylvania is some of the most beautiful parts of the United States. 这部分的宾州可以说是美国最美丽的地方之一，能够有机会乘摩托车穿行在这美景中，我很想知道中国的骑士们的反应是什么，想不想看看更多这一类的美景？参与宾州州拉力为中国骑士们举行的专场骑行，是这次活动的高潮之一。中国的5星红旗与美国星条旗在数百辆当地哈雷机车组成的游行队伍簇拥下抵达会场，与美国哈雷车主交流，即使是言语不通，微笑让彼此的情谊传递在不言中。我去年就和中国骑士一起骑车，如果他们来宾州北部我的家的附近，我会把握任何机会与他们一起骑。
需要我没问题，我可以请假来带他们去欣赏这地方最美的风景。今天骑行是第3天了，彼此之间的相当融洽，在一起骑啊，在一起吃饭，在一起玩啊，特别的开心。在1969年丹尼斯·霍珀导演的《逍遥骑士》电影中，就对哈雷的自由精神有着深刻的描述。直至今日，哈雷文化与旅游的结合，为美国疲弱不振的经济带来了突破与创新。插着中国5星旗的哈雷机车奔驰在美国的公路上，而下一步会是什么呢？是美国的野马跑车之旅，还是美国的吉普车越野拓荒？哈雷经验受欢迎的程度，第一次乘坐哈雷机车的路易可以说是个很好的见证。刚刚坐完了这一趟哈雷机车呢，我自己的感觉是非常的自由。听到风声呢在我耳边呼唤，马达在脚下轰鸣，而且视野非常的开阔，好山好水，总的感觉就是非常的自由，像一匹马在奔腾一样，非常的酷。当哈雷发动机声音响起的同时，崇尚自由与大自然的美国人，现在也已经听到了创意经济的脚步声。走进美国，与您下次再见。Take a load